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今日2024年咧第一次同大家見面，今日同大家咧講下2024年嘅國際政經展望先。係啦，今日題目咧係2024年嘅全球經濟展望啊，美國再工業化、實現脫歐以及去全球化嘅。嗱，回顧一下咧，我2020年初啊，疫症爆發初期咧，我就出咗兩篇文章啊，叫做咧後疫症經濟啊，咁裏邊咧就提出咗兩個新嘅概念啦，叫做咧美中脫歐 US-China decoupling 同埋咧 deglobalization 去全球化嘅。咁啊，約莫係3年幾前嘅預測啦。咁大家睇到咧過去呢3年啊 decoupling 同埋 deglobalization 嘅趨勢咧越嚟越明顯啦。雖然咧美國咧就將佢咧改咗溫和啲嘅字眼啊，叫做 de-risking 啊，去風險化。實際上咧去全球化以及美中脫歐咧，可以話步步進逼㗎。嗱，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喺以下呢兩個連結咧有英文版本嘅2020年文章㗎。咁裏邊咧提出嘅 decoupling 咧同埋 deglobalization 咧，隨住疫情終於過去咧，大家咧係時候可以再檢視呢兩項嘅預測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見到個趨勢咧，唔單止啊冇緩和嘅跡象啊，反而咧有急轉直下嘅情況啊，似乎已經唔再係週期性嘅轉變啦，而係咧走向一種所謂範式轉移啊 （paradigm shift）。各個國家咧正在戰略性咁樣咧重新部署全球嘅合作夥伴，以及咧互相嘅貿易嘅依存度啊，更加咧係以驚人嘅速度咧重新去調配全球貿易以及合作夥伴。呢一種轉變咧，由3年幾前我嘅一種預測咧，變成今日咧已經係一種無法逆轉嘅現實啦。咁最近有兩個法例咧，大家可能都比較少聽到啊。美國其實喺2022年咧就有兩條重要嘅法例咧，係 decoupling 同 deglobalization 嘅部署嚟啊，包括咧就係個名叫做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啊，中文翻譯叫做通脹減少法案啦。但係實際上咧，內容咧同通脹嘅關係就唔係好大啊，反而咧係同咧美中脫歐以及去全球化咧，可以話咧係一個重大嘅法案啦。而另外一條更加重要嘅法案咧，就係Chips and Science Act 啊，咁中文翻譯咧。有啲地方叫做晶片啊，有啲地方叫芯片啊，晶片與科學法啊。咁呢兩個法例咧，正正都係大力推動美國嘅再工業化 （reindustrialization） 同埋咧高度嘅自給自足㗎。咁最近咧 Financial Times 咧亦都有一個短片咧係介紹相關法例對全球化嘅影響㗎。咁呢項法例咧，更加係被視為咧幾十年嚟自由市場全球化嘅趨勢咧逆轉，變成咧美國再工業化同埋咧國內生產清潔能源嘅創舉啦。重要嘅內容咧，包括咧係提出用3700億美元嘅財政支援措施啊。咁喺 Chips and Science Act嘅法案裏邊咧，亦都激發起超過2200億美元嘅投資啊，用嚟咧係包括製造研發相關嘅技術同埋半導體噶。咁大家睇到呢一個資源嘅分配圖啊，呢啲咧都係講緊648億美元啊，係用喺咧再生能源相關嘅稅務豁免啊。所謂去全球化咧個特點咧就係唔係全部都係自己做晒，而係咧將貿易夥伴咧同合作夥伴咧就分成咧係朋友圈啦，定話非朋友圈，甚至係敵對嘅陣營啦。咁所以當前咧全球嘅潛在地緣政治衝突同埋貿易嘅不穩定性咧，係令到原本嘅全球化咧推向咗所謂有岸外包嘅貿易策略啦。
咁雖然唔似得上世紀20年代嘅保護主義啊，但係咧已經開始形成一種咧，只係同朋友圈互相貿易同合作，而咧係建築防火牆咧，避免咧敵對嘅國家咧參與相關嘅研發嘅。關於咧友岸外包咧，其實大家可以咧重溫我喺2023年4月11號有關聯會40年嘅系列裏邊提到友岸外包化之下咧，香港經濟何去何從㗎？嗱，咁我哋回顧下呢100年嘅歷史啊，1920年代咧可以話係保護主義抬頭啊，禁運不絕啊，關稅咧形成壁壘啊。當時咧有一個咁樣嘅漫畫㗎。如果自由貿易咧係會帶嚟失業同埋痛苦啊，只有咧透過關稅改革咧，先至能夠帶嚟繁榮同埋快樂啊。咁呢個咧係上世紀20年代嘅基本睇法啦。咁所以呢一段歷史咧，大家咧可以回顧咧，關於 protectionism 保護主義裏邊咧，用關稅用禁運嘅形式咧去做國際貿易嘅主調啊，形成咗咧各自給自足嘅一種普遍信念啦。咁呢個喺一次世界大戰嘅動盪之後咧，去到1920年咧。1920年代咧就標誌住美國嘅保護主義嘅抬頭啊，受到民族主義同埋孤立主義嘅普遍情感嘅推動咧，呢一個時期咧就見證咗咧保護美國農民同埋工業嘅重要立法措施啦。當時咧有2條嘅重要法例啦，包括咧1921年嘅Emergency Tariff Act， 咁中文翻譯咧就叫做緊急關稅法啦。而另一條咧就1922年啦，由2位議員Ford Lee and McCumbers Tariff Act。咁呢2條法例咧，亦都係咧去推動保護主義嘅措施，咁成功咧保護咗當時一啲特定嘅美國商品咧免受外國競爭嘅影響啊。但係咧佢哋就引發咗所謂報復行為啦嚇。各個國家咧，亦都咧係傾商實施報復嘅關稅禁運同埋保護主義咁導致咧世界嘅國際貿易咧幾乎咧係陷入中斷啦，亦都造成咧各個國家嘅經濟咧受到打擊出口咧大幅下滑，繼而咧就出現咗咧1920年代嘅美國大蕭條啦。大蕭條之後咧，基本上咧經濟學家就發展咗一套所謂國際貿易理論同埋新貿易嘅理論啦。兩者咧其實咧都凸顯咗有關咧規模效應嘅經濟理論啦 ，economies of scale 啦，同埋一啲不完全競爭嘅概念係應用喺國際貿易嘅領域，係能夠發揮關鍵嘅作用㗎。咁所以咧呢一啲理論咧就係提出，亦都改變咗咧一戰之前嘅一種保護主義嘅睇法啦。一改咧保護主義變成咗國際貿易咧嘅互惠互利嘅普遍新睇法否定咗保護主義呢個理論咧，係認為關稅同埋禁運咧係會產生低效率嘅結果，因為佢哋咧妨礙咗企業咧實施呢個規模效應啊嘛，亦都限制咗咧嚟自國際之間嘅競爭所帶嚟嘅好處啦。咁所以二戰之後咧，全球咧就出現啦好多唔同嘅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機構性嘅建立咧，去推動更加有效嘅全球貿易啊！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咧，就係二戰之後嘅布雷頓森林協定以及咧成立咧關貿總協定GATT 呢個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咧，即係現時嘅 WTO 嘅前身咁呢度介紹一下二戰之後嘅情況，國際社會咧都認識到要防止好似過去咁出現毀滅性嘅全球衝突再次發生，有必要咧要去促進經濟合作同埋穩定啊。咁就通過咗1947年建立嘅關貿總協定 GATT 啦，亦都奠定咗提升國際貿易嘅基礎。咁呢個目標咧就係要減少貿易壁壘促進各國嘅談判推動更加開放同埋可預測嘅國際貿易體系啊。咁所以實現咗呢一個制度嘅框架。1944年咧再開咗一次叫做布雷頓森林協定嘅會議，咁就
除咗 GATT 之外咧，仲咧成立譬如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啊、世界銀行啊呢一啲嘅變革性嘅協議咧，去穩定全球嘅貨幣啊，促進咧更好嘅貿易同埋合作。鼓勵咧經濟嘅發展啊，隨住咧關貿總協定嘅發展咧，最終就去到1995年咧，就轉變成為咧世界貿易組織 WTO， 鞏固咗作為全球貿易談判同埋解決糾紛嘅地位啊。咁而家中國咧亦都喺2000年咧加入咗世貿啊，國際貿易起飛啦。咁呢個咧正正係彰顯咗咧二戰之後嘅全球國際貿易嘅趨勢啊！咁呢啲機構咧係締造咗二戰之後嘅全球化，為相互連接同埋合作嘅全球經濟咧奠定咗制度基礎噶。嗱，咁去到20世紀末咧，咁就有一啲新嘅概念咯，引入咗咧國際貿易噶。咁呢個咧就係而家普遍咧係簡稱叫做 ESG 啊 ，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 咁中文咧叫做環境、社會及管治嘅原則，咁融入咗咧對公共商品嘅追求啊，全球化嘅方式咧就發生咗一啲顯著嘅轉變啦。因為 ESG 嘅原則咧喺國際貿易之中咧可以追溯到嘅就係話各種相互聯繫嘅因素咧，反映社會係纏住一啲可持續發展啦，同埋咧有更高嘅道德要求嘅轉變啦。咁譬如話，包括因為全球暖化、環境惡化、污染嚴重氣候暖化等等嘅問題啦，資源枯竭不斷都係令到催生咗更加多對可持續發展嘅實踐需求噶。咁喺呢個時候社會責任亦都強調公司企業一定要更加關注公平貿易啦、勞動嘅法例啦、人權以及社會嘅包容性噶。咁所以 ESG 呢一個原則就主張要對工人有道德嘅對待啦，有性別嘅平權啦、社區嘅參與啦，以及更加廣泛嘅咁樣係得到經濟活動對社會福祉所帶嚟嘅積極效果㗎。除此之外ESG 嘅範疇裏邊企業嘅管治關鍵作用係不斷得到強調喺好多上市公司都規定一定要有 ESG 嘅年報強調組織之內要有透明度啦，要有責任制啦，同埋要有道德決策呢啲綜合嘅方法去解決企業嘅行為啦。咁亦都避免一啲腐敗或者破壞環境以至係危害人類嘅國際貿易情況啦。咁可以確保咗參與國際貿易嘅機構整體嘅一種標準嘅。嗱，喺國際貿易之中納入咗 ESG 原則嘅同時消費者亦都開始對於商品嘅生產過程同埋佢哋嘅道德考量係給予越嚟越多嘅要求噶。包括要有可持續發展嘅生產模式啦，亦都係唔單止停留喺環境影響嘅認識上高啦，更加係推廣到整個供應鏈嘅審查啦。對於係非綠色能源或者導致高污染水平嘅工藝產品亦都提出咗佢哋嘅擔憂甚至杯葛嘅。咁除此之外對公平貿易嘅強調啦，亦都係促使咗消費者考慮到生產嘅道德層面包括佢嘅勞動條件亦都要求要遵守國際人權嘅道德價值觀念啦。咁呢一啲不斷嘅演變喺消費者嘅層面係凸顯咗 ESG 原則同佢個人購買決策之間嘅相互聯繫強調消費者係有能力可以去塑造更加負責任同埋更可持續嘅全球貿易框架嘅力量㗎。好啦，然後就進入21世紀啦咁21世紀我就見證咗地緣政治嘅緊張局勢嘅激增尤其是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至到2023年又出現哈爾戰爭全球嘅地緣緊張可以話火頭處處咁就使到全球相互依賴嘅高度國際化嘅範式
進入一個重新評估嘅時期啦。咁所以2022年咧，美國嘅通脹減少法案啦，同埋咧呢個晶片與科學法案咧制定就具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啦。因為咧佢係喺呢個疫症期間咧，各國就發現咧，原來高度依賴呢種全球化嘅生產咧，喺疫症爆發嘅時候咧就會失去咗自主性，甚至咧會產生咧對生命嘅危害啊，亦都咧對國家安全咧係有高度嘅影響噶。咁所以呢個疫症大流行嘅爆發咧，可以話係今次國際貿易變革嘅一個重要轉捩點嚟噶。佢展現咗咧全球供應鏈咧呢個脆弱性啊。咁包括當時嘅醫療保健嘅產品啊，喺疫症期間嘅初期，尤其是啦，經歷咗咧一個咧嚴重嘅供應斷裂啊，咁就令到好多病患者咧冇辦法得到相關嘅醫療設施噶。我最記得咧，意大利嘅呼吸機短缺咧令到咧醫護束手無策啊。咁呢一啲都係正正係反映咗咧全球供應鏈咧喺疫情嘅時候咧所出現嘅所謂 disruption 嘅突然崩潰咧所產生嘅連鎖效應咧，間接咧係造成咗更加嚴重嘅死亡同埋發病率㗎。咁所以面對呢一種挑戰咧，美國咧就開始推動包括通脹減少法案同埋晶片與科學法案啦，係用戰略嘅方法咧去提出美中脫鈎以至去全球化。咁呢一次嘅立法框架咧，就係重新引進所謂再工業化，同埋咧加強咧美國國內嘅生產能力同埋佢嘅重要性啦。咁就可以減輕咧全球供應鏈嘅依賴啦。咁呢個咧就係拜登政府啦所提出嘅 Chips and Science Act 晶片與科學法案啦，裏邊咧就係話要將生產咧重新帶回美國裏邊咧包括提供就業啦，亦都咧係將咧國家安全嘅概念咧引進啦，亦都咧係重新令到咧美國高度嘅工業自給得到改善啦。其中2022年8月9號簽署嘅晶片與科學法案咧，更加係代表咗美國喺創新競爭力同埋國家安全嘅方面咧，邁出咗重要嘅一步啦。呢一個法案咧係包含咗全面戰略，包括390億美元嘅補貼用嚟咧係美國國內研製晶片、製造設備，提供25% 嘅投資稅收嘅抵免，以及咧130億美元嘅資金咧用喺半導體嘅研究同埋員工嘅培訓。除此之外咧，呢個法案咧亦都強調要對探索性同埋轉化性嘅研究嘅投資目的咧係增強美國嘅半導體生產加強科學研究同埋技術嘅領導地位鞏固咧美國嘅經濟同埋國家安全所以個結論咧，我哋睇到2024年由2020年開始所出現嘅全球去全球化。以及咧美中脫鈎啦，從一個世紀前嘅保護主義，去到二戰之後嘅全球化高峰，然之後個鐘擺咧，而家又擺到去咧經過咗 ESG 嘅考慮啦，鐘擺咧又擺到去另一個極端考慮國家安全嘅憂慮轉移咧係講國際貿易同合作面臨 ESG 價值同埋社會風險，以至國家安全嘅考慮對於進口過度依賴嘅相關政治風險所帶嚟嘅巨大挑戰所以美國咧喺2022年通過嘅通脹減少法案同埋晶片與科學法案咧，係標誌住咧美中脫鈎同埋去全球化嘅趨勢持續係升溫㗎。咁2024年咧將會係見到繼續嘅呢一種世界分成咧兩大陣營然之後咧各自咧有岸外包嘅貿易同合作，然之後咧就形成壁壘互相咧係出現咧兩大陣營嘅保護主義咁呢種咧友好貿易夥伴嘅群體嘅出現咧，正正咧係一種脫鈎同埋去全球化嘅2024年嘅經濟嘅特點嚟㗎。
咁所以咧，不時咧就會見到兩大陣營咧，一時就會發生戰爭啊，另一個咧又出現啊抵制啊，甚至乎咧可能咧係有禁運啊，或者咧停止貿易啊、懲罰啊等等嘅互相報復嘅措施啊，應該咧係一路更加咧激烈化㗎。咁所以似乎2024年咧應該都係咧非常之波動嘅年份啊，唔會咧話輕易咧就會走進坦途㗎。咁喺呢一個情況咧，我哋只好咧係睇呢一種嘅國際去全球化，以至脫歐之後咧嘅重新定位，咁啊需要時間咧重新建立呢一種咧友好貿易夥伴嘅群體，以至咧敵對群體之間咧會點樣咧互相角力㗎。咁所以今日咧先鋪陳咗相關嘅框架，咁下一集咧我哋會再睇咧兩大陣營咧究竟喺唔同嘅對立底下咧，係可以作出一啲乜嘢嘅反應啦。